朋友们好，欢迎来到 Dr. Stella's Garden 美国农家乐。今天呢，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了，我给大家总结一下7种可以帮助我们的植物安全过冬的方法。这7种方法不是一定要用，就是你手里有什么用什么。第一种我们可以使用的方法呢，是用这个枯枝败叶，相当于给它盖了一层小棉被。而且呢，这些树叶、枯枝败叶啊，这些东西它都是有 carbon 有这个 carbon 的这个碳这个营养，所以呢，这个 over time 整个冬天之后呢，它自己会腐化，腐化之后呢，它就会成为这个植物很重要的营养。第二种呢是草木灰，草木灰呢就是所以这个原因，我之前我的短视频不是经常放我在院子里烧那个 fire pit 嘛，就是为了有草木灰种我的有机蔬菜。草木灰呢，所以平时就积累起来，那它把它撒在根的旁部。把它撒在根的旁边呢，它有什么作用？一个呢，钾元素，钾，所以呢富含钾，所以呢，一个呢，它钾就是对根嘛，氮长叶，磷开花，钾长果嘛，对不对？所以说冬天呢，你铺一层这个草木灰，它不光是这个护根养根，而且呢也相当于铺了一层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把它的根给它保护住。那第三种呢是这个搭卵盆，大家看到了啊，我也专门做了一个视频给大家介绍为什么要用这种而不是用其他的材料。第四点是什么呢？刚刚讲卵盆对不对？如果说你不愿意搭卵盆，然后身边有什么东西呢？我们有牛奶罐对不对？那个牛奶罐最下面给它剪掉。那我叠在一起，这个是去年用过的，就是这个牛奶瓶下面这个给它剪掉，下面剪掉，那么你这个盖在植物上面，它就是一个小暖房了。掀起你的头盖来，大家看啊，我把这个菜床啊掀开来了啊，给大家看一下，看，哎呦，这个 Swiss chard 对吧？还有那个 arugula， 还有 kale， 那边还有绿色 Swiss chard， 那边种了一些那个大蒜，都出来了。好，这边呢，我刚刚是随便放的哈，给大家看一下。我个人觉得哈，这个牛奶壶下面给它剪掉的这种方法，你如果放在这个没有搭这个盆的里面啊，比如说在那儿，那都不行。我去年都试过了，哎呀，这个风一吹啊，吹得到处都是，你知道吧？这个还得去捡回来，真的后来就直接很烦啊。然后我觉得这种你有一个暖盆了，对不对？然后你再来一个，这个时候啊，它这个效果杠杠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这个原理啊，它其实是有个原理的，不是说有个小暖盆有点暖和啊，它这个等于说它有2层空气，它这个小暖盆外面呢还有一层暖的空气，所以它这个效果会特别好。那你看啊，这个再给它弄一下啊，盖。那这个时候呢，风再吹过来，它就不会吹走了，它安然无恙啊。因为它有它挡的嘛。你看我专门介绍这个 plant cover 的时候，专门有个视频，大家可以另外看啊。我不是说了嘛，它那个说明书上说了，防止这个植物被吹倒，或者这些东西被吹倒，对不对？你看这些东西，那这个当然了，它一般也只能盖一个植物啊，它毕竟就这么大嘛，对不对？所以现在这样盖一下哈。对，那么我觉得这样用是最好的。那么刚刚不是顺便提到这个说盖一下它这个2层的定义嘛哈？那其实是一样的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不是1层嘛哈，然后你再盖1层，或者是另外一个短一点的 hoop。或者这个长一点的 hoop， 你再盖1层，2层，它的效果就特别好。但说实话，我们这个美国东部宾州啊，它大部分时候零下也没有很多的，还可以的。所以呢，这样子就可以了。已经都有菜吃了，够吃就行了啊。第5种方法呢，就是说晚上啊，这个用一个牛奶罐装满热水，然后放在这个植物的旁边，这样放在那，或者放一个，别压着它的叶子或者什么的哈。就是你找个地儿把它撩一下，给它放在这儿，那么它的根部就比较暖和但是你第2天早上要把它拿开的，因为那个时候它的水是冷的嘛，那它就失去作用了。所以的话，这个是你要做一些事情的，早上还得起来把它拿走。我是觉得比较麻烦的，因为第2天一大早就要去上班，忙死了。这个第6个方法哈，其实呢，就是家里不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床单。是吧？就是废旧的床单你不需要了啊，这个我有时候油漆可以拿来用什么的，你就可以把它盖在植物的上面我这个先只是给它做个简单的示范哈。那么这个
哎，是你还有棉被也可以，很厚的棉被都可以。你这不要的东西你就盖上去。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一个呢就是说你万一棉被它很重，那就把植物压到了，对吧？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东西你第二天一大早起来你要拿掉的，你不能一直让它放在这里啊。这个跟它不一样哈，跟这个专业的 plant cover 不一样。我在2个视频当中都是强烈推荐用这个，花那么10几20块钱，一劳永逸还是很重要的哦。因为我很忙，那么。这个床单呢，如果你有时间，晚上太阳下山了，把它放上去，第二天早上起来了，把它拿起来收进来，如果愿意做的话啊，因为它就是被子嘛，就像我们人一样，你盖个被子不是暖和嘛，就是这么个道理，也没有什么什么特别的道理啊。你这个床单什么也不用管它是什么材质的，化纤的还是全棉的，不用管的啊，你反正都给它盖上去，让它暖和。那么如果我这边特别的冷的话呢，那当然我也可以再盖一层，对吧？那么核心的问题呢，还是说到这里，这个东西我早上要收起来的，因为这个植物一旦它见不到太阳啊，它就死了，是吧？阳光、水和空气嘛，这个很简单的。我们人很久不见阳光也不行啊，这个是好。我们现在这个第7点呢是什么呢？哈，你也可以用这个灯，晚上这个用这个不要的灯这种小灯。那么这个灯因为它会发光发热嘛，可以把这个灯放在这个里面，比如说我这个菜床里面哈，哎呀，这个夹子就是好，很容易拿好，这个灯呢你给它放进去，那么可以挂在这个 hook 上面，对不对？但这个呢要接电，对吧？也有点麻烦，说实话啊。然后呢，你也是第二天你也得把它那个电插掉嘛，你要不然那个它一个灯烧坏了，白天你也不需要啊，因为太阳有很多阳光的呀，所以说这个也是要做一点事情的。那么这个如果您使用灯的话，要注意一下哈，这个灯泡不要碰到这个布，要不然到时候着火了，你着火了这个不划算，这个吃对吧？为了几颗菜，院子着火了是吧？然后呢，它也不能碰到植物，那要不然植物叶子不就烧焦了吗？所以说，这个没对牢，所以说你说是吧？所以要注意这2点啊。如果使用灯的话，那么说实话我是不会去用的啊，真的没有那个时间去插电。那一般来说每天都忙得来，直接就躺倒在床上的，还有时间弄这个嘛？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是吧？我真的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啊。你省很多时间啊。好，感谢今天同学们的认真听讲现在我把这6个方法给大家总结一下哈。前面4个呢是你什么都不用管的，放上去就行了。第一个是枯枝败叶第二个呢枯枝败叶还有各种这种杆什么这种什么就是这种枯萎的东西都可以啊，它就是碳非常好的。还有呢那这个 grass clipping 这种都可以的啊，这种茅草都可以。剪下来，比如说 tall grass 什么大栗这些杆枯干这阳江的干都可以啊。我这不是总结嘛，还是快一点吧。第2个是草木灰，第3个呢是 plant cover， 我最推荐的这种这个 plant cover， 这个专门用于植物的这种布专业的。然后第4个呢是牛奶，下面剪掉盖上去。好，这4种方法就是你弄上去以后呢，就不太需要去管它了，省心。第5种方法呢是晚上牛奶壶装满热水放在根旁边，就是跟我们人装个热水袋放在脚旁边一样哈。第6个呢就是盖上被子但是早上一定要把被子打开。对，第7个呢就是用这种 string lights 这种一串的小灯。这个呢注意了哈，2点你不能碰到布，也不能碰到植物。好，总结完毕。希望今天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希望你们的植物可以安安全全的过冬。继续在冬天也能吃到有机蔬菜，过我们1年的农家乐。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给我点个赞呗。好，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感谢观看，欢迎点赞、订阅、转发 Dr. Stella's Garden 美国农家乐。